我們都遇到過這種時刻，對吧？你的朋友或者伴侶換上新衣服，滿懷期待地問你：“我穿這件顯胖呢？”那個瞬間，你的大腦簡直就要宕機了。是說實話，冒着毀掉對方一天好心情的風險呢，還是說句善意的謊言維護和平？你發來的筆記裡有個玩笑說，這時候最好的選擇是裝死，然後從窗戶溜走。好，雖然是個玩笑，但這個描述真的太精準了，精準地描繪了那種兩難的窘境，我們都懂。是啊，但這種小事的背後，其實藏着一個非常深刻的問題。你發來的這些材料，把它推向了一個更嚴肅的層面。我們今天就來深入聊聊這個話題：一個基督徒到底可不可以說謊？這個問題比聽上去要複雜得多。它不僅僅是關乎說真話，它還關乎愛、智慧，甚至有的時候是生死。你分享的材料裡有個故事一直在我腦海裡盤旋，就是二戰時期那個克里滕布姆一家在荷蘭藏匿猶太人的事兒。當納粹士兵就站在他家門口問“你這裡藏了猶太人嗎”的時候，他該怎麼回答？哇，這一下就把問題從“我穿這件衣服顯胖嗎”拉到了一個極端的高度。如果他說是，那他和那些他保護的人可能都会死。可如果他說不，那他就撒了謊。這簡直是一個無解的道德困境。沒錯，而這個實踐的困境，恰好能幫我們檢驗你材料裡梳理出來的3種主要觀點。它們就像3套不同的工具，我們來看看哪一套能更好地解決像克里滕布姆遇到的這種難題。好主意，那我們先來看看第一種觀點吧，我稱之為零容忍派。根據你分享的材料，這一派的觀點非常清晰，任何謊言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被允许的。是的，這種觀點的聖經依據非常強硬，比如出埃及記裡的10誡，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箴言裡也說謊言的嘴為耶和華所憎惡。對他們來說，真理是上帝品格的直接反應，而任何謊言，無論目的多好，都是對這種品格的一種背叛。我能理解這種立場的純粹性，它建立了一種絕對的誠信性標準，能防止我們陷入那種叫滑坡效應，就是從小謊言開始，底線一步步後退，最後就變得習以為常了。這在今天的社會裡其實很有吸引力。確實，它的優點就是清晰堅定，提供了一個不會動搖的道德指南針。但我們把它放回剛才那個場景裡，克里滕布姆站在門口面對納粹士兵，如果他遵循零容忍原則，他唯一的選擇就是說：“是的，我這裡有猶太人。”這就把這個觀點最脆弱的地方給暴露出來了。它可能會導致一個災難性的不公義的結果。為了堅守不說謊的原則，卻可能成了謀殺的幫兇。這讓很多人，包括我在內，都覺得這個框架在處理破碎世界裡的極端邪惡時，顯得有些怎麼說呢，無力。是啊，這聽起來太看似了。所以這就很自然地引出了第二種觀點，也就是我們大多數人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更形象的，可以接受所謂的善意的謊言。对，是的，這一派的核心驅動力是愛，他們認為愛的原則是高於機械的陳述事實的。就像你朋友做得到很難吃的菜，你可能會說味道不錯啊，謝謝你的晚餐，因為你更看重的是你們的關係和他的感受，而不是進行一場美食評判。這個我太懂了，有時候自己狀態很差，但又不想讓別人擔心。別人問你還好嗎？隨口一句我沒事就過去了。重點在意圖，就是為了避免不必要的傷害，或者保護自己的隱私。這種觀點充滿了同情心，它承認人際關係的複雜性和脆弱性，但它的風險也同樣巨大。怎麼說？最大的風險在於善意和自我方便之間的界限太模糊了。我不想批評同事那個糟糕的方案，究竟是真的怕傷害他的自尊心，還是我只是懶得開啟一場可能不愉快的對話？我為了不去參加一個聚會而說我那天有事，是真的為了不讓組織者失望，還是我只是想待在家裡看劇？我明白了，我們很容易用善意這個高尚的詞來包裝自己的自私和懦弱。如果克里滕布姆撒謊說沒有猶太人，這當然是出於保護生命的善意。但如果我為了逃避責任而撒謊，然後告訴自己這是為了維持辦公室的和平，那性質就完全變了。正是如此，這種觀點它缺乏一個清晰的邊界，很容易被濫用。
最後讓我們對誠實本身都變得麻木了。它為我們提供了太多的黑色地帶，讓我們可以在裡面很舒服的躲藏。所以，如果第一種觀點太僵硬，第二種又太滑，那我們該怎麼辦？這就把我們帶到了你材料裡提到的第三種，也是最耐人尋味的觀點——罕見的道德例外論。对，這個觀點承認誠實是一個極高的道德標準，是我們的默認設置。但他也承認，在一個墮落的世界裡，不同的道德準則有的時候會發生無法調和的衝突。就像不可撒謊和不可殺人這兩條誡命，在克利滕卜姆的門口發生了正面碰撞。等一下，這個觀點有聖經支持嗎？因為聽起來這好像是在為說謊開一個後門。這是個好問題。材料裡提了兩個非常經典而且有力的例子。第一個就是妓女喇合，她住在耶利哥城牆上。當以色列的看子來偵查的時候，他把他們藏了起來。耶利哥王派人來搜查，問他那些人在哪裡？他撒謊說他們已經出城了，你們快去追吧。結果呢，他因為這個行為，在希伯來書裡被稱讚為有信心的人。哇，所以聖經裡確實有正面人物撒謊，並且還因此受到了稱讚。這顛覆很多人的認知。是的。第二個例子是希伯來的收生坡。法老下令，所有新出生的以色列男嬰都要被殺死，但收生坡敬畏上帝，沒有照做。當法老質問他們時，他們撒謊說，因為希伯來婦人身體強壯，我們還沒到，他們就已經生了。聖經明確記載，因為他們這麼做，上帝厚待收生坡。所以這裡的核心邏輯是，當一個較低的道德準則，比如說不說謊，和一個更高的道德準則，比如說保護無辜的生命，發生衝突的時候，我們應該選擇那個更高的準則。你說到點子上了，這不是在說謊言是好的，而是在說在兩個壞結果中，選擇那個能彰顯更大善意和公義的。對克利滕卜姆來說，撒謊是為了對抗一個邪惡的殺人的政權，保護無辜的生命。這和我們為了避免尷尬而撒的謊完全不是一個兩極。我明白了，所以這種例外論的門檻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它不是為了我們的日常便利準備的。材料裡有個幽默的提醒，我印象很深，這可不是你忘了結婚紀念日為了逃避配偶責備而撒謊的理由。哈哈，絕對不是。但這個觀點最大的挑戰也在這裡，誰來定義什麼是真正的道德禁忌狀態？我們很容易把自己遇到的每個小麻煩都誇大成一個需要行使道德例外傳的緊急情況，這需要極高的智慧和正直來分辨。好的，分析了這三種觀點，我覺得思路清晰多了。那麼回到我們自己的生活，對於99.9%不是克里滕布姆的情況，我們該怎麼做？你分享的材料裡給了一些非常實用的建議，其中一個技巧叫機智的閃避 （tactful dodge）。對，這個技巧很有用。它的核心不是撒謊，而是巧妙地轉換回應的焦點，用一個真實的、積極的點去回應。我們來演練一下。場景一，我收到一件我真心不喜歡的毛衣作為禮物。如果我直接說這顏色太醜了，那就太傷人了。如果我說我太喜歡了，那就是撒謊。那機智的閃避該怎麼說？你可以聚焦於對方的心意，然後真實地說：哇，謝謝你還特意想救我，你真的太有心了。你看，這句話100%是真實的，你感謝的是對方的心意，而不是評價這件毛衣。這既表達了感激，又沒有撒謊。我懂了。再來一個場景，一個朋友邀請我參加一個項目，但我真的沒興趣，也沒精力。與其編個理由說我那段時間正好要出差，不如誠實地表達你的處境，但方式要溫柔。可以說，非常感謝你第一個就想到我，但我必須對這個項目負責。以我目前的狀態，我恐怕無法給他應有的專注和投入。我不想因為我而拖累了整個項目。這既是誠實的，也表達了對朋友和項目的尊重。我發現這些技巧背後都有一個共同的自省問題，在你發來的材料裡也提到了，就是當我想說一句謊話時，先停下來問自己，我這麼做是在保護他人，還是僅僅在保護自己免受尷尬或不便？對，這個問題就像一面鏡子，能立刻照出我們內心真實的動機。我記得有一次，
一個年輕的同事讓我看他的報告，說實話，寫的真的很糟糕。我當時的第一反應是想說，寫得不錯，繼續努力啊，因為我不想打擊他，也怕他覺得我這個人很刻薄。典型的保護自己免受不便。完全是。但我停頓了一下，想了想這個問題，我意識到，如果我這麼說，其實是害了他，他不會進步，下次可能還會因為這份糟糕的報告在老闆那裡碰壁。於是我換了一種方式，我說，我看到你為這份報告花了很多心血，尤其是在數據收集這部分做得很扎實。我覺得在結論部分，如果我們能把邏輯鏈條梳理得更清晰一點，說服力會大大增強。你願意我們一起花15分鐘過一下嗎？哇，這簡直是教科書級別的用愛心說誠實話。你先肯定了他的努力，這是真實的，然後指出了具體可以改進的地方，並且還提供了幫助。這比一句廉價的"你很棒"要有價值100倍。是的，這需要更多的心理，但從長遠來看，這才是真正建立信任和幫助他人的方式。誠實加上溫柔和智慧，才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最穩妥的路徑。所以，總結一下我們今天的探討，誠實應該是我們人生的默認設置，但在極其罕見的大是大非的道德衝突中，保護生命這樣的更高法則，可能需要我們做出艱難的選擇。而對於日常生活，我們的功課是學習如何用愛心說誠實話。沒錯，這裡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延伸。我們一直在討論對別人說謊，但這種誠實與保護的張力，在數字時代有了新的體現。比如，我們使用廣告攔截器或者隱私 browser， 算不算是在對哪些追蹤我們數據的公司撒謊呢？我們通過隱藏真實信息來保護自己的隱私，這其實也是一個現代版的微型的道德衝突。這個角度太有意思了。我們為了保護自己而保留真相，這卻是把古老的神學問題帶到了2025年的現實裡。所以，誠實這個話題永遠不會過時。就像你材料結尾那句話說的，我覺得總結得特別好。誠實並非關於言語上的完美，而是關於我們是否願意讓真理來塑造我們，最終成為能夠反映基督品格的人。它關乎的不是我們說了什麼，而是我們是誰。那麼最後，我們也想把材料裡的一個反思問題留給你去思考和實踐。這個問題很簡單，但也很深刻。這週，我該如何讓我的言語能夠同時與真理和愛心對齊？